金婚洞房之夜，新郎突然拿出一把小刀，割破新娘的脚踝，让鲜血滴落在洁白的床单上。随后，新郎便起身离开。只因此时此刻的两人不仅没有深爱着彼此，还将对方视作仇人般的存在。此时的亨利七世刚刚结束了玫瑰战争，推翻了理查三世的统治，开创了属于都铎家族的王朝。但刚登基的他地位尚不稳固，为了安抚旧贵族的情绪，亨利需要迎娶约克家族的一位公主，也正是爱德华四世与平民王后伊丽莎白的大女儿丽兹。但丽兹曾在年少时爱上了自己的叔叔理查三世，而推翻其统治的亨利七世则被丽兹视为他的仇人。只是新旧王朝已经更替，别无选择的丽兹只能沦为政治牺牲品。这天一早，一队士兵来到伍德维尔庄园，由国王亨利派来，将与他定下婚约的丽兹接回伦敦。迎接的方式并不友好，只因亨利对这位素未谋面的未婚妻并无好感，毕竟此前关于他的感情早已流言纷纷。整个宫廷对这位未来的英格兰王后未表现出丝毫的欢迎，丽兹及家人还被安置在一间简陋的小屋之中。直到第二天中午，国王亨利才姗姗来迟。虽然丽兹容貌倾城，但此刻的亨利依然对她十分排斥，甚至开始不合时宜地羞辱她。丽兹尴尬得无地自容，但自知无法违背圣意，她只能忍下这份屈辱，走上前准备跳舞。结果亨利又打断了她。好在母亲在此刻及时解围，表示两位公主可以一起为国王表演，这才稍微缓解了尴尬。极不情愿的丽兹边跳舞边翻白眼，虽然亨利故意挑事，但眼神还是不自觉地被丽兹的美丽吸引。而当两人不小心对视时，又立刻将眼神收回。表演结束后，亨利便立刻起身离开。丽兹再次表示她根本不想嫁。此时的妹妹似乎也有了想法。亨利此时的确更想娶一位身世清白的公主，但大臣们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王位尚不稳固，约克家族仍然可以重新控制英格兰，而与丽兹结婚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为了稳固王权，亨利只能选择妥协，派人去约丽兹公主单独见面。丽兹本想以两人尚未结婚为由拒绝，但母亲却一口帮她答应了。丽兹只好赴约晚餐，然而两人依然看彼此不顺眼。亨利指责丽兹太过无礼，曾经的那段感情更是放荡，而丽兹也毫不示弱，直接怼回去。丽兹的话显然触碰到了亨利的逆鳞，下一秒就将他拽进房间，并把大门锁上，准备强行占有丽兹。女人将手伸进裙子里，想看看自己有没有流血，结果一滴都没有。她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思索片刻后，丽兹请表妹帮忙给她找点治肚子痛的草药。然而拿回草药的表妹却正好被母亲伊丽莎白撞见。不久前，国王亨利以检查丽兹是否有生育能力为由，强行占有了她。这无疑更加深了丽兹对亨利的憎恶，所以更不想留下她的孩子。但伊丽莎白作为生下了12个母亲，却不想流失这个鲜活的生命。母亲表示，虽然丽兹没有选择幸福的权利，但她肚子里的孩子却能让家族重新崛起。此话一出，也让丽兹开始犹豫。不久后，太后玛格丽特也找到丽兹，想与她像朋友般好好谈一次。玛格丽特表示，丽兹腹中的孩子融合了红白两个家族的血脉，她也将成为结束这场表亲之争的和平使者。听完了这些大道理，丽兹在一番纠结后终于做出了决定。她穿上亲自挑选的婚纱，玛格丽特曾经告诉丽兹，为她选中了谦逊忏悔作为她的箴言。1486年1月18日，亨利七世与爱德华四世之女伊丽莎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正式结婚。到了新婚之夜，亨利直接割破丽兹的脚腕取血。从这天起，丽兹开始了她的卧薪尝胆之路。为了打造出一对模范夫妻的形象，丽兹每天练习着微笑，在众人面前佯装出幸福的模样。亨利本想借着暧昧的气氛继续，但丽兹却突然停了下来。
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见证，新婚夫妻还将开启为期8周的全国巡游。而母亲伊丽莎白却认为，这正是他们的机会。伊丽莎白想要借这次巡游的机会，联络曾经效忠于约克王朝的旧臣，因为在他的暗箱操作下，他的小儿子理查还活在世上，这是爱德华4世剩下的唯一继承人。伊丽莎白自然想为儿子夺回王位，于是丽兹便去旁敲侧击询问亨利此次巡游的路线，得知国王会绕过约克城，丽兹便使出了激将法。果然，在丽兹的一番刺激下，亨利立马改变了行程，下一站就前往约克城。然而太后得知是丽兹在背后撺掇，立刻察觉出他与伊丽莎白的阴谋，于是以要养胎为由，将丽兹留在了伦敦，他的母亲也被关了起来。但即使没了母女两人，亨利前往约克城也并不安全。不承认亨利正统地位的刺客，直接开始当街刺杀。王后正在抢劫国王的金库，命令士兵强行拆下门上的大锁，随后从中搬出大量金币。原来此时城内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而正在巡游的国王却被控制欲极强的母亲阻拦了消息，每天都有人因病死去。但太后玛格丽特却认为，此刻国王巡游的事才是重中之重，结果导致国王的冷漠引起民愤，竟有人当街开始行刺。虽然身旁跟随着好几个侍卫，但亨利还是被人刺伤了手臂，只好慌乱地躲进教堂避难。而被关起来养胎的丽兹也刚刚才得知了传染病蔓延的消息，他立马冲向国王的金库，强行暴力开锁，挪用资金去拯救处于水深火热里的民众。财政大臣指责丽兹的行为是盗窃。随后，丽兹又以腹中胎儿相威胁，从大臣口中得知了母亲被关押的地点。然而，当丽兹找到母亲后，母亲竟表示这场疾病来的正是时候，人们将会归罪于亨利，认为是他将瘟疫带到了英格兰。但丽兹此刻却只想拯救更多的生命。待事态稍微平定后，亨利立刻启程赶回伦敦，途中却被一群民众堵住了去路。亨利本以为他们都是反叛者，然而此时民众却纷纷跪下。亨利抵达王宫后，财政大臣第一时间向他汇报了丽兹抢劫金库的行为。太后听后叮嘱亨利一定要严惩丽兹，随后丽兹便被带到亨利面前，他主动请罪，表示愿意承担私自打开金库的罪责，但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民众受苦而不施以援手。但其实亨利在意的并不是他发放钱财。在不知不觉间，亨利对丽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对于母亲的控制，亨利也渐渐的不想再收起摆布。怀胎10月的王后终于到了临盆之期，但丽兹此刻却不想孩子生出来。但此时的母亲伊丽莎白被监禁在高塔之中，赶来的只有太后玛格丽特。太后命人将丽兹扶到床边，让她抓住麻绳借力使力。最终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折磨后，丽兹终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正在花园里练武的亨利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亨利立刻不顾母亲的阻拦，冲到丽兹的房间，看望他的妻子以及刚刚出生的小王子。亨利将亚瑟王子抱进怀里，新生命的到来让亨利与丽兹的身份发生转变，也让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丽兹也终于得到亨利的允许，能够与被监禁的母亲见面。但母亲一来却是提醒丽兹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内心，永远不要忘记那朵红色的玫瑰，代表的是他家族的鲜血。可此刻已经生下都铎家族血脉的丽兹，立场也在渐渐开始动摇。但丽兹却有一个极其强势的婆婆，她将小王子的洗礼仪式安排在温彻斯特，让丽兹在生下孩子的第2天就要忍受长达40天的离别之苦。然而太后此行的目的还不止于此，美其名曰让伊丽莎白做亚瑟王子的教母，却在受洗仪式结束后让大主教带走了伊丽莎白，只因他们查出亨利之前在约克城遇刺仪式是伊丽莎白在背后安排的，于是怂恿亨利瞒着丽兹，将他的母亲彻底关入修道院中。亚瑟王子的受洗仪式结束后，丽兹也将迎来他的加冕仪式，而被监禁的母亲也在此时传来口信，她始终没有放弃推翻亨利的统治，于是让丽兹写信给勃艮第的公爵夫人，也是他们的家族亲戚，试图借助勃艮第的力量挑起战争。这无疑让丽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生养孕育她的母亲，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儿子。带着这份纠结的心情，丽兹穿上华服，穿过教堂，正式加冕为英格兰王后。在戴上王冠的那一刻，她的心中终于有了答案。迟迟未等到女儿的回信，伊丽莎白自然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于是他买通了狱卒，亲自给勃艮第的公爵夫人写信。亨利这边也派去了叔叔贾斯伯，来到勃艮第议和。贾斯伯向公爵夫人献上一份礼物，一枚印着国王头像的金币，也是作为他们友谊的标志。接着又向公爵夫人转达了国王亨利的议和条件，他希望恢复贸易，让两国重新结盟，而不是让更多的人在战争中死去。终于，贾斯伯凭借他的3寸不烂之舌，让公爵夫人放下了敌对的念头。然而就在此时，小使臣在与公爵夫人的女儿玛丽赛马，结果玛丽不慎坠马，当场死亡。悲痛的公爵夫人一气之下，将女儿的死归罪于英格兰。在结束了女儿的葬礼后，公爵夫人立马给伊丽莎白回信，两人的秘密联盟也正式达成。清晨夫妻的甜蜜时刻却被婆婆的突然闯入打断。但亨利此时却没空听丽兹抱怨，前往勃艮第和谈的叔叔贾斯伯已经归来，却带回了不好的消息。公爵夫人拒绝了议和，而且他们还不知道对方接下来会做些什么。此时亨利又收到消息，传闻此前被他关押的约克家族的泰迪从伦敦塔里逃走了，而当他赶到伦敦塔时，却发现传闻不实。亨利意识到，这一定是勃艮第想要挑起动乱。如果他们宣称泰迪逃到了他们那里，就可以利用泰迪的名义集结军队反叛，因为泰迪也是约克的继承人。但丽兹却建议让泰迪出席他妹妹的婚礼，让民众们看到泰迪是他们重要的皇室成员，这样也能将流言击溃。然而太后却认为将泰迪放出伦敦塔极其不妥，于是在婚礼当天导演了一出大戏。民众再次爆发了骚乱，最怕被人说的位不正的亨利再次破防，甚至开始怀疑丽兹劝说他放泰迪出来的意图。但丽兹表示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表弟能从高塔里出来，结果现在又进去了。太后又开始借机点火，表示这一切一定少不了伊丽莎白的策划。但此刻气上心头的亨利真的动了要灭口的想法。丽兹也意识到了母亲的危险处境，于是乔装出门悄悄找到母亲。他想知道母亲在这段时间里是否还在继续着危险的事情，是否与勃艮第保持着书信往来。但伊丽莎白早已不相信丽兹的立场，自然不会告诉她实情。甚至在丽兹说出太后想置母亲于死地，伊丽莎白还是坚持否认。然而当丽兹离开修道院时，却撞见了早早守在门口的亨利。他误以为丽兹背叛了自己，丽兹立马解释，他害怕亨利会处决自己的母亲，于是来问清楚他是否真的与勃艮第有勾结。但母亲却什么都不肯说，这样的解释并未让亨利相信。而此时勃艮第的公爵夫人已经找到一个冒充泰迪的小孩，在经过简单的训练后，召集了上千人的军队扬帆起航，随时准备入侵英格兰。国王即将奔赴战场，王后剪下小王子的一撮胎毛。亨利本还在阴阳怪气，表示要是他战死沙场，丽兹就可以永远摆脱他了。但两人共同的孩子早已让丽兹坚定地选择了立场。另一边，公爵夫人将代表着约克家族的白玫瑰交到冒充泰迪的小男孩手中。年仅10岁的小孩就这样沦为被政治权力操控的工具。战争刚开始不久，洁白的玫瑰就被沾染了鲜血。一支临时召集的军队显然不足以对抗亨利带领的精兵强将。远处山坡上的公爵夫人眼看败局已定，失望地调转马头离去。马背上的亨利此时也张开右手，手心紧握着的是儿子的一缕头发。在妻儿的陪伴和庇佑下，亨利赢得了登基以来的第一场胜仗。他将冒名顶替的小男孩押解回宫，并表示要严惩这个叛徒。一旁的太后附和，修道院中的另一个叛徒也应该受到惩罚。听到太后想让亨利处死自己的母亲，丽兹转身就走，但亨利却并不像母亲那般心狠手辣。在下达最终的判决前，一位都铎家族的士兵进言表示，这个小男孩不过是被成人利用的一枚棋子，他还什么都不懂。最终，亨利下令将男孩安排在厨房做奴役，而至于王后的母亲伊丽莎白，
亨利最终还是爱屋及乌，没有处死丽兹的母亲，并让母亲搬出了自己隔壁的房间，将原本属于王后的寝殿归还给了丽兹。亨利天真的以为这场叛乱已经结束，然而当公爵夫人回到勃艮第时，却迎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亨利八世幼时还是个可爱的小王子，此刻正在举行他的受封仪式。作为亨利七世的次子，4岁的小亨利被册封为约克公爵。这一贵族头衔通常被授给英国国王的第2个儿子。国王与王后邀请众人举杯，共庆这个喜悦时刻。然而王后的母亲却在此刻打破气氛。作为爱德华4世的次子，理查王子也曾同样被册封为约克公爵。伊丽莎白直指王位上的亨利，自己的女婿是篡位的冒牌国王。距离上次冒牌泰迪叛乱已经过去了7年时间，王后丽兹已经为亨利生下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而来到勃艮第投靠了公爵夫人的理查，也洗尽沧桑长成一位英俊的约克王子。在公爵夫人与伊丽莎白的共同谋划下，理查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回到英格兰夺回他的王位。在得到许多欧洲国家的支持后，公爵夫人修书一封，以理查王子的名义邀请亨利与丽兹来勃艮第做客。读信的亨利扑哧一笑，他认为这是公爵夫人故技重施，再次用一个冒牌货来发起叛乱。亨利并不打算赴约，于是派出丽兹的表妹麦琪夫妇前往勃艮第。同样出生在约克家族，麦琪也可以辨别理查身份的真伪。在麦琪夫妇出发后，丽兹找到被关押在修道院中的母亲，想知道是否是他与公爵夫人密谋的这一切。然而母亲此时却质问他，难道不为弟弟还健康活着感到高兴吗？母亲此刻要扶持弟弟上位，对丽兹来说也就意味着要夺走她丈夫以及她儿子的王位，这对她来说无疑是非常残忍的。她质问母亲是否一直最爱的都是弟弟，而她只是用来纵横谋划的一颗棋子。伊丽莎白立刻回答，她爱丽兹远胜过任何人。接着又咳嗽了几声，让丽兹立马心疼。常年被关在修道院中，伊丽莎白的身体的确大不如前，丽兹最终还是心软，向亨利请旨意将母亲接进王宫里休养。然而此时，英格兰各地的领主纷纷得到理查王子还活着的消息，许多人都表现出支持理查的意思。于是丽兹此时提议册封他们的次子亨利为约克公爵，以此来堵住悠悠众口。然而在小亨利的受封仪式上，外祖母伊丽莎白又跑来上演了一出大戏，丽兹彻底被母亲伤透了心。作为一位母亲，她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受到任何威胁。女人洗手的水突然变成鲜血，只因她的双手残害了太多生命。太后惶恐不安，光着脚跑到教堂祷告忏悔。当听闻伊丽莎白的小儿子理查还活着，将要卷土重来夺回英格兰时，太后玛格丽特便时常想起当年她亲口下令杀死了关在伦敦塔内的2位约克家族的王子。小叔子贾斯伯发现了太后的异常，跟到教堂询问她发生了什么。太后在慌乱中竟说出了真相。太后此刻才明白其中的意思。伊丽莎白当年将小王子理查调包，这也意味着此时此刻还有一位约克家族的继承人活在世上，而没有参与其中的贾斯伯。这才发现当年那场残忍的谋杀，竟是眼前他深爱的女人一手策划的。2人多年前一同协力扶持亨利登上王位，但此刻的贾斯伯已经开始犹豫是否要将真相告诉亨利。这晚过后，太后一边担心着约克王子理查的身份是否真实，一边又害怕贾斯伯告诉亨利真相，整日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而本就已经年迈的贾斯伯在受到打击后一病不起，他派人传话表示想要见亨利一面，结果却受到了太后的阻拦。此时亨利也在为那位约克王子的事焦头烂额，于是让母亲转告叔叔，等他好些了再去看他。然而太后却没给他这个机会，他来到贾斯伯的房间，恳请他不要毁灭掉他们亲手打造的这一切。但已在弥留之际的贾斯伯还是觉得应该让亨利知道他的母亲打着他的名义做了什么，否则他将永远不会知道最大的叛徒就在他的身边。玛格丽特见贾斯伯心意已决，只好与他做最后的道别。
为了不让自己的秘密泄露，玛格丽特就这样亲手捂死了她最爱的男人。追逐权力的女人果然都是心狠手辣的。不久后，亨利得到了叔叔离世的噩耗，从小陪伴自己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叔叔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成了亨利永远的遗憾。而另一边，到达勃艮第的表妹麦琪也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约克王子理查。虽然麦琪幼时并未见过理查，但对方描述的一些回忆不由得让麦琪越来越肯定他的身份。公爵夫人还火速为理查联姻，迎娶了一位苏格兰的贵族女孩，但曾经的太后塞西莉夫人却并不开心。整个欧洲的王室，除了西班牙之外，都来参加了这场婚礼。这也意味着他们都选择站在理查这边，支持他夺回英格兰的王位。而孤立无援的亨利，只能在此时去找西班牙联盟。亨利七世与王后远赴西班牙，为儿子亚瑟王子求娶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刚一到达金碧辉煌的宫殿，就被漂亮公主用热情的舞蹈欢迎。随后两人一同觐见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亨利在夸赞了一番公主与宫殿后，也不拐弯抹角，准备表明来意。可还没等他说完，亨利尴尬地回头，示意翻译上前向女王解释，他只会讲英语、法语和弗兰芒语。本就对他们没有好感的女王更加无语了。此刻的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他们女儿的联姻自然也是最珍贵的宝物。不过好在丽兹此前学习了西班牙语，她告诉女王，自己和儿子都学习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这样凯瑟琳嫁到英格兰后也不会感到陌生。虽然丽兹卑微讨好，但西班牙女王却不领取。她直言，如果英格兰不能将内乱处理好，就根本没资格跟他们谈联姻。一旁的亨利听不懂，只能一脸懵逼，连忙问丽兹都说了些什么。丽兹为了让亨利安心，表示女王认为公主和王子尚且年幼，她希望由教皇来安排婚事，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先得到教皇的允许。亨利信以为真，不过时间不等人，约克王子理查已经率兵跨过了苏格兰的边境，亨利与丽兹只能立即返回英格兰。他穿好盔甲准备迎战，丽兹也亲手为他带好佩剑。亨利率兵来到前线，此时被关在伦敦塔内的伊丽莎白又开始了他的老本行。随着一遍遍的咒语，森林深处又一次升起了雾气。亨利带兵去寻找敌人踪迹，但边境却是空无一人。而体力不济的伊丽莎白此时也已经累倒，以为是对方撤退的亨利兴奋地回到王宫。然而亨利还没高兴半天，才知道原来理查并未逃跑，而是去迎接他刚刚出生的儿子。有了继承人，也会让其他国家更加支持理查的行动。亨利不得不再次集结军队返回战场，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而就在利兹焦头烂额之际，他的母亲晕倒在了修道院，已经到了生死弥留的最后关头。他请求再见女儿最后一面，利兹的内心万分纠结。亨利在此时劝告妻子，丽兹虽然无法原谅母亲，但当看见她痛苦的模样，还是心疼不已。只可惜母亲最后的叮嘱，还是让丽兹去帮助她的弟弟，推翻亨利的统治。直到最后一刻，丽兹也没能得到母亲的偏爱。前线的士兵纷纷想要倒戈支持理查，丽兹立刻赶去阻拦。丽兹身为约克王朝的公主，也同样深受英格兰人民的爱戴，成功将想要撤退的大军带回了营地。刚刚还溃败不堪的军队再次振作起来，亨利与王后一起鼓舞士气。一如往常，亨利再次打了胜仗，声称是约克家族的理查也被他抓回了英格兰，但亨利却并不想处死这个他认定的冒充者。理查始终坚称自己是真正的王子，还直接告诉亨利应该将从他那里偷来的王位还给他。亨利听完直接开始鼓掌，认可了理查天衣无缝的表演。随后他转头询问王后丽兹，眼前的罪犯是否是他的弟弟。为了惩罚理查挑衅自己的王位，亨利安排他做负责国王衣橱的仆人，让他在衣帽间尽情扮演国王的角色。不仅如此，亨利还要带着理查上街游行，让他受尽世人唾骂，让他放弃称王的念头，也能让他背后的支持者彻底背弃他。然而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理查却表示他并不责备他们，更不怪他的姐姐，因为姐姐要保护自己的儿子，他也不想残忍地夺走姐姐的王后之物。在他的一句句申诉中，群众们渐渐放下了手中本要砸向他的赃物。
太后见情形不对，立即派人将理查押回宫中，而丽兹一回宫也立即将自己关在了房间。其实他早已清楚理查的身份，只是无法与他相认。而太后将理查的妻儿骗到宫中，想要以他们为要挟，让理查主动承认自己的身份是假的。然而即使如此，理查的信念也没有丝毫动摇。由于理查始终不否认自己的身份，让亨利的忍耐一步步逼到极限，一气之下竟当众对理查拳打脚踢，几乎快要将理查打得半死，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怒火。丽兹连忙上前阻止亨利，叫人将情绪失控的国王带走。王后在深夜一把火烧了国王的衣帽间，随后她找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弟弟，告诉弟弟如果他现在逃走，所有人都会认为他被烧死了。丽兹虽然知道眼前的理查就是他的亲弟弟，但他却无法承认，也无法叫出他的名字。丽兹只能用这样的方法让弟弟放弃王位，选择一条活路。然而就在众人齐力救火时，从火光中走出一个身影。理查最终还是没有选择丽兹为他铺好的路，太后将其关进了伦敦塔，并宣称这场火是理查放的，为的就是要烧死亨利和他的儿子们。而且此刻西班牙的使臣也已经到达宫中，对方带来西班牙女王的口信，表示如果不处死理查，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亚瑟王子的婚约就不会成立。太后以此来劝说亨利，必须要处死这个威胁王位的约克王子，以他纵火的罪名就可以行刑。然而这时丽兹反驳道：不明白的亨利立即将众人清退，丽兹也终于说出了当年他与母亲下的诅咒。丽兹的母亲是河神梅洛西娜的后代，这件事早已不是秘密。上一辈的太后玛格丽特更是知道她的诅咒有多厉害。看着亨利对此犹豫不决，太久终于将自己当年下令杀害伦敦塔内的约克王子的事告诉了亨利。国王死掐住母亲的脖子，只因太后残害了约克家族的王子。如果诅咒应验，那么都铎王朝都将不会再有男性继承人。愤怒的亨利死掐住太后，将她拖行10几米，直接丢出门外，让她颜面扫地，并当众剥夺了她所有的权利。此刻的亨利信仰崩塌，从小母亲便跟他灌输一种信念，那便是他生来就是英格兰的国王。然而当他得知是母亲杀死了约克王朝的继承人，才得以让他登上王位，瞬间觉得自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将母亲的暴行向丽兹如实告知，想知道要如何才能解除断子绝孙的诅咒，又或者他们的那个儿子将会因此丧命。亨利因此一蹶不振，但丽兹却在努力寻找破解诅咒的办法。他找到一个模样身形与理查相似的犯人，准备让他顶替理查当众受刑，这样就能破解残害约克王子的诅咒。但深陷自责负罪的亨利迟迟无法做下决定。此刻他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坐在国王的宝座上。此刻丽兹也终于能够光明正大的来到伦敦塔内看望弟弟。两人重逢后第一次心平气和的交谈，理查觉得丽兹很像他们的母亲，但丽兹却并不喜欢这样的评价。他们如今针锋相对局面，都是拜母亲的狼子野心所赐。理查却觉得母亲为了约克王朝倾尽了所有心血，他也想姐姐保证一切拨乱反正后，他会善待姐姐和他的孩子们。但丽兹却不想让战争再次降临英格兰。离开高塔之后，太后找到丽兹，告诉她当晚，亚瑟王子便向丽兹表达了他的忐忑，他害怕自己终将有一日也会被关进伦敦塔内。丽兹向儿子承诺，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备受打击的亨利这2天来一直在王权与神旨之间反复徘徊，也不断想起当初与理查3世的那场战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的位不正，没有被赋予真正的王权。面对亨利的优柔寡断，丽兹只能上前骂醒他。丽兹也终于下定决心处死那伪假的理查，让真正的理查从此失去身份性命，也让西班牙使臣能够对此满意。然而行刑当天，却有人看出了被绞死的不是真正的理查，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西班牙使臣。对方也识破了丽兹的计划，对他下了最后通牒。
为了维护丈夫的统治，保护儿子的未来，丽兹最终还是做下了那个艰难的决定，下令处死了他的亲弟弟理查。丽兹穿上一身黑衣来到刑场，亲眼目睹弟弟行刑，也是来送他最后一程。最终由丽兹亲手为亨利戴上王冠，他们的王位将坚不可摧、不可撼动，而他们的儿子也即将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联姻，迎娶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